好，我是小云，这是一个专门分享生活知识和个人经验的频道。在海外生活，我最常被朋友问到的问题就是在海外工作的工资高吗？能否实现财务自由？本期就要带大家一探究竟，在海外工作的收入到底能不能实现财务自由？首先，我先说说我了解的财务自由是什么。我认为财务自由是不需要为钱而工作，就是我们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可以完全支付我们每个月的生活成本。那么在荷兰工作的收入能不能实现财务自由呢？我的答案是能也不能。我知道这时候的你们就会说，你这不是在说废话吗？我先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能，然后再和你们分享如何在海外工作实现财务自由。很多人会认为荷兰的生活成本肯定不便宜，然而这里的生活成本不止远低于香港和纽约，甚至比新加坡和韩国还要便宜。开销的高低全看个人的生活方式，该省的就省，但是也不要活得太艰困。这里的工资收入达到财务自由难不难？想要财务独立，就一定要控制消费。我以最简单的方式和大家分享吧。在这里最大的生活成本就是房贷或者是房租。以一个单身者没有房贷负担，不需要抚养小孩，在选择房子的时候愿意与他人合租共用卫浴，在支付房租和生活基本的开销后，多半还能存下一点钱。但是想要实现财务自由还是非常的困难。不少人来到这里工作，大部分的工资除了用在生活花费上，就是花在奢侈品和旅游。所以能否实现财务自由，则要看个人的生活水平和欲望程度。在荷兰生活不难，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活得舒服。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朋友在这里挣得比较好的生活。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首要的努力方向就是追求工资提升。普通人的收入来源主要还是本职工作，如果工资很低，根本不可能实现财务独立，所以必须要想方设法提高工资。在一开始就专注于进入大公司或是外企，先积累自己的基础财富，然后每过3年就到别处去面试，这样可以获得加薪和晋升。至于每次换工作之后的收入可以增加多少，那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这个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自己保持在进取的心态，也可以不断的让自己处于学习和成长的环境中。但是换工作是个双刃剑，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就需要在面试和公司里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后面的公司对你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有97%的人是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的。再来就是加入增长最快的领域，就是那种即将爆发的行业。一个行业增长的越快，产生的机会也就越多，越容易涨工资。在机会面前，你不要害怕去改变专业领域，你要不断的学习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学习新的事物和新的行业，这样你获得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若你食衣住行一切从简，以这个方式在这里打拼几年，你可以累积到一定的财富。有了积蓄之后，不要让钱在银行里闲置，要学会投资。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以外的钱，所以在投资这一方面，你一定要学习，要做好功课，不要乱投，不然很容易血本无归。虽然在投资的过程中你会遭遇损失，但是这总比放在银行增长得快得多。每一个财务自由人的背后都不是靠工资来实现的，他们都是靠金融杠杆来实现的，像是股票、基金、房地产等等。你可能在想，投资房地产应该是最安全的吧？是也不是。在荷兰投资房地产，你可以买给自己住，然后把一些房间出租给别人，或是完全出租，是可以赚到被动收入，那是没错。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荷兰对于投资者投资房地产的法律，也没有税务方面的知识，也不跟进荷兰政府对于投资者的最新政策，这会很容易导致亏损，就是你所收到的租金可能会低于开销。还有一点大家都忽略了，就是租客在荷兰是受到极大的法律保护，不是你不满意就可以叫他离开的那一种。很多时候荷兰的租客是非常难打发离开的，所以在选择租客这一方面也要非常的小心，要看清楚查清楚。这也是为什么荷兰人对于投资房地产没有太大的兴趣，除了因为价格之外，就是因为怕麻烦。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荷兰投资车库，就是 garage。 你别小看这些车库哦，有一些朋友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用现金买了好几个车库，然后再把它们出租给小贩或者是玩车的朋友，像是重型机车。因为玩重型机车的朋友在冬天的时候是需要车库来安置他们的重型机车的，或是需要地方来改装车子的朋友，这样就帮他们每个月带来了被动收入。虽然每个车库所带来的被动收入并不多，但是车库的装修费和保养费也比房子低很多，租客所带来的问题也少很多，在不知不觉中也帮他们的钱避免了被贬值的情况。再来的就是在自己的老家买房子，比如说我是马来西亚人对吧，我是可以在马来西亚买房子的，而且现在欧元对马币的汇率比较高，在马来西亚买一间小套房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如果自己没打算住，还可以把它出租给别人，这样也可以大大减轻了房贷的压力，财务上也会变得更灵活。但是这个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人，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要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一定要自己先做好功课。在海外工作，只要你有能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总能找到破茧而出的机会。反过来说，这也是在海外工作残酷的一面。你可以过得非常舒服，但也有许多人每天都在挣扎徘徊。在拼搏致富的道路上，也有许多人被击垮。掌握不到成功密码的人多得去，人人都有机会实现财务自由，但也有可能永远都在底层挣扎，等不到实现财务自由的那一天。总而言之，靠每个月的死薪水来实现财务自由，那基本是在痴人做梦。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欢迎大家来谈谈跨国工作的经验，有没有更好的实现财务自由的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视频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While you play with the radio, the way you smile at the words you keep